嗨，大家好，我是君燕，欢迎来到君燕的 Max 运之旅。那今天呢，这个视频我主要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个集艺术、音乐与创作的全能工具 Max。那我将在接下来的分享里主要分成4个部分，分别是 Max 是什么、Max 的历史、Max 的特点以及 Max 的应用领域。那 Max 是什么？那 Max 是一种可视化编程软件，那它常用于音频、视觉和互动的创作。那它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这个图形界面让用户可以透过释放和连接可视化对象来构建程序。那 Max 这个软件始于20世纪的80年代，那当时是由美国的这个音乐家兼编程家 Miller Pocket 所创建，那主要用于探索电子音乐和实时音乐的创作。1989年 Max 1.0首次发布，那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所谓的图形对象的概念来构建程序，而不必编写代码。1997年 Cycling74 公司由 David Ciccarelli 成立，并继续研发适用于 Max 的构建程序。那如今2023年目前已经发展至 8.5.6 版本了，并广泛用于音乐、艺术、互动装置和实验性研究等等领域。那 Max 有哪些特点呢？我曾经观看过一个 David Ciccarelli 的专访，那主持人问他 What is Max？Max 是什么东西对你而言？那他的回答是说 Max 有2个特点，第一个就是 incompleteness 不完整性。那简单来说就是 Max 提供了相关的工具给使用者，可是他没有给予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去执行你的这个设计，你一定要这样子才能够完成你的设计，反而是提供了一个让使用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的高度灵活性平台。那第2个特点就是 the concept of being expressive by making numbers change over time。那我简单来说就是它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表现能力。那简单来说，就是数字呢成为了这个不同媒体沟通的主要桥梁。它可以是跟演出相关，也可以是传达一些很指定的执行指令的。例如说，我在电子钢琴弹奏的音，我设置了当我弹到指定的音时，我的舞台的灯光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或者是说，人的身体重量会决定我的这个音箱出来的这个音量。那这一些沟通媒体的沟通都是用数字来完成。那除此以外呢，下面我也列出了一些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 Max 的基本特性。那第一个就是刚刚一直在提起的可视化编程 Visual Programming。那 Max 采用了这个图形编程方式来进行编程。那它里面呢，这个 Max 软件里面呢，它提供的这个音频处理，第2个 Audio Processing。Max 支持实时音频处理，允许用户创建各种音乐和声音效果。那第3个呢，就是视频处理 （Video Processing）。那这一个呢，是它里面的其中一个应用领域叫 Jitter。那 Jitter 呢，会能够处理实时的视频数据，用于视觉艺术和互动装置设计等等。那我刚刚一直讲了一个词汇实时很多次，也就是说这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很特别的基本特性，就是实时性 （Real Time Processing）。那 Max 呢，非常有这个高度的这个能力去做这个实时的音频和视频处理，所以它常常会很多的创作者喜欢用它来做实时的互动表演。那互动表演包括了刚刚讲的这个音频和视频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又延伸出一个新的这个东西，就是多媒体创作 （multimedia creation）。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些 DJ、VJ 喜欢用的，就是即时的编码和测试 （live coding and debugging），就是说他们这些表演者可以在现场表演的时候马上的进行编码和调试，然后呢把它直接做实时的输出，去把它放进去当时现场的这个表演和演出。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这个所谓的多种输出格式，也就是 various output formats。那它可以导出不同的格式，包括 VST 插件、Max 外部插件、Raspberry Pi 代码等等的这些不同格式，非常适合应用，所以它有一个高度的这个伸缩性跟灵活性。那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 Max 的应用领域。那基本 Max 里面呢，分成这几个部分。那第一个就是 Max 自己本身。那 Max 在 Max 软件里面呢，它是属于构建各种项目的核心部分，因为它提供了这个视化的编程环境，还有它的所谓的功能组件 Object， 还有一些连接线 Patch Codes 来进行这些编程。那第二 MSP 就是 Max for Signal Processing， 它是 Max 里面这个软件里面的音频讯号处理，它允许使用者创建和处理音频信号，包括音乐合成、效果处理和实施音频操作。那第三个呢，就是 Jitter， 那 Jitter 就是刚才有提起的，就是它负责的就是视频和图像的处理。那它允许用户呢创建实时视觉效果、图形生成和视频处理这一方面的应用程序。第四个就是 Gen， 那 Gen 本身呢是跟 MSP 有一点相似，可是呢它有一个更高的灵活性。那它允许用户编写自定义的音频算法。接下来这一个呢是叫 Max for Live。那 Max for Live， 你看到这个 Live 是顾名思义，它是跟一个 Ableton Live 有关。那这个 Ableton Live 是另外一个软件呢。那它 Max for Live 这一个部分呢，它就是允许音乐制作人创建自定义的音频效果合成器或者是 MIDI 控制器，然后呢把它用进放在 Ableton Live 里面使用。那还有接下来的这个叫做 RNBO， 是近年来Max 软件这个发布的，就是 Real Time Neural Network Objects。那它是一个类似 Max 的视觉编程方式的图形模块，它可以做出来。那它允许使用者将它导出可移植代码，并运用在 VST Max 外部插件 Raspberry Pi， 你可以应用在网上啊等等，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伸缩性，可以导出去在不同的领域使用。那如果你想多了解 Max， 或者是想获得更多如何使用 Max 的相关技能，那请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以及在影片的右下方点赞。那这样呢 YouTube 它会知道你喜欢这些知识，那演算法也会源源不断的自动推送更多这方面的知识给你，让你更快的掌握如何使用 Max。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